真的要点这个 cheese 开胃菜。这盘德式炖肉呢，它是肥瘦相间，据说摸它的右胸呢就会带来好运哦。到处都是可爱的大狗狗，很多没有看过的蔬菜跟水果，看他们的制作过程好疗愈哦。看前面那个弟弟一直哭，因为他妈妈不买冰淇淋给他，好厉害！看他车头灯还能亮哎，也是来维也纳必须拜访的餐厅。我对这个服务人员的刀工真的是佩服不已啊！准备从慕尼黑机场搭地铁到玛利亚广场。一出地铁站后，就会看到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在表演，真的会忍不住的停下来欣赏。随着镜头往左边看，就是新市政厅，它完工于1909年，可以搭电梯俯瞰整个市区。肚子饿的我们随便在 Google Maps 上找了一家餐厅。这家餐厅就位于新市政厅旁边不远，那名字叫做 Donis。这是一家非常道地的巴伐利亚风格餐厅。那它是在19世纪建造的，整间餐厅呢散发的氛围是蛮舒服的，然后服务人员也都非常热情友善。而且呢，服务人员穿着就是巴伐利亚传统的服饰，强烈建议喜欢吃 cheese 的朋友啊，真的要点这个 cheese 开胃菜啊！上面不仅有各种口味的 cheese， 它还做成了各种形式，你可以搭配底下的面包，还有肉类或者水果一起吃，真的是味道一绝啊！这盘德式炖肉呢，它是肥瘦相间，然后搭配马铃薯球。但老实说，大家都觉得那个马铃薯球吃不出个所以然，都没有味道，然后又 QQ 口感，超奇怪的。吃猪脚呢，一定要配德式酸菜解解腻。首先就先从猪脚开始下手，结果切到一半才发现拿到面包刀，完全对付不了脆皮的猪脚。换了一把刀之后呢，才顺利的肢解。软烂的德式炖肉呢，就非常好切开。吃饱之后呢，逛街途中又遇到了一位街头艺人。再来又遇到了朱丽叶铜像，那据说摸她的右胸呢就会带来好运哦。所见之处都有花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那市集生活也是欧洲人的日常。那我们前面呢就是谷物市场啦，虽然占地不大，但是还是可以来逛逛的。好可爱哦！那现在看到的呢是各种的水果。因为我们有目的地要前往，所以就大略的走马看花了一下。街上除了街头艺人呢，再来就是冰淇淋，真的随处可见。感觉他们也是比较讲求健康天然，所以这边也是现榨的果汁，非常健康。其实欧洲的物价呢真的不便宜，所以像这种果汁啊，其实没有很大杯，一杯就可能3.5欧或5.5欧。蛮贵的，到处都是可爱的大狗狗，还有就是很常见到这种现榨的流程机器，你可以自己买大中小的瓶子，然后再自己去装你的果汁，可以装到满。这边看到的是在室内里面的小农市集，其实可以看到他们摆放会比较让人赏心悦目，看起来蛮舒服的，好像会提高购买的欲望。但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啦。其实仔细看，有很多没有看过的蔬菜跟水果，蛮特别的。看到那么多冰淇淋店，不免俗的还是要来买一支吧。那必须买的就是最常见的 Vinky， 尺寸可以挑选你要大的、中的还是小的。那外面覆盖你可以挑是杏仁果的或是莓果的。看他们的制作过程，好疗愈哦。今天选的口味是草莓、芒果，还有提拉米苏。那根据同行的友人表示呢，最正统的 gelato 它通常是藏在这种看不见的铁盒里面，如果是看得见的那种就没有那么的正统。他做的这支冰淇淋其实也是做蛮久的，你看我讲了那么多话，现在还没拿到。不过其实有时候买冰淇淋也是为了享受它制作的过程，像去买 Costco 啊，也是想要看它在那边炒冰。耶！我终于拿到冰淇淋了。看前面那个弟弟一直哭，因为他妈妈不买冰淇淋给他。建筑上面有蝴蝶结，真漂亮。非常喜欢这种走在街上，然后伴随着钟声这种感觉。
最喜欢有钟声又有狗狗。同行的朋友在那边讨论这栋建筑物。那应该是已经有修复过了吧？不得不说，我真的站在这边看了它5分钟，好厉害！还有遇到超跑的几率很高，虽然这个是乐高组的，但它好厉害哦！你看它车头灯还能亮哎。在德国就是无止境的吃猪脚，这间餐厅是皇家啤酒屋，现场有音乐的演奏，气氛还蛮好的，然后啤酒也算好喝，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要叫服务生要等非常久，而且上菜也非常的久。食物方面呢，我觉得上一间餐厅会比这间餐厅好吃很多，但或许是这间餐厅真的太多游客了，所以它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么多人，才会造成体验没有很好。话锋一转呢，这边是维也纳的市区街道，很喜欢这种车流不大的地方，能好好的走路沿路欣赏。比起那种有汤汁的猪脚，我更喜欢维也纳这种干湿的猪脚。这间餐厅呢，也是来维也纳必须拜访的餐厅。现在我们要搭火车前往梅尔克。梅尔克是奥地利维也纳近郊的中古世纪小城市，最负盛名的是梅尔克修道院。它成立于1089年，是巴洛克式建筑。它里面有精美的壁画，还藏有无数的中世纪手稿。里面呢真的是富丽堂皇，非常的有文艺气息。但是碍于里面无法拍照摄影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呈现里面的样子给大家看。从露天阳台往下看到多瑙河以及周边的梅尔克小镇。从阳台上可以近距离的观看修道院教堂高耸的双塔建筑，就算从影片中看也是掩藏不了它宏伟的气势。身处在这座小城，真的有一种置身于19世纪欧洲的感觉。走着走着就决定到这边的咖啡厅喝杯咖啡。在这种露天的咖啡厅喝咖啡啊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这边看夕阳边喝咖啡，真的是夫复何求啊！紧接着随处逛逛，就默默的被这种大自然的声音啊、虫鸣鸟叫吸引住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准备启程回维也纳市区。Later， 到了市区已经是晚上啦，我们决定来普拉特公园觅食。这个小游乐园呢，它是设施是单向收费的。今晚的餐厅是 Schweizer Haus， 不免俗的又是猪脚。我对这个服务人员的刀工真的是佩服不已啊！我真的无法再评论任何猪脚啦。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